现在所有对我们的演习都是蛮好看的，因为事实上在200公里之外就可以把你所有升空的东西统统打下来。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的乐山雷达收到了讯息，第一时间还要先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再传回来台湾，那速度上怎么可能来得及？印巴大空战，视距外的空战一定会成为主流。所以站在国军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你如果不卖我们 F-35，不卖我们盾舰，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摆烂了？因为现在国军连对抗能力都没有。阵风是一架非常先进的4代半战机，而且它有一整套 Spectrum 的电子作战系统，所以歼十性跟阵风碰上，没有其他辅助的情况之下，歼十能不能胜，这个还很难讲。所以印巴大空战一边打的是体系，另外一边打的是单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印巴大空战，巴基斯坦用的主要是中国制战机，印度主要用的呢是法制战机，而台湾法国战机就幻象2000，也是台湾的主力战机。所以这一题其实跟两岸有极度密切的关系。我们这次的印巴冲突，尤其是5月7号那天的空战，号称0-6是怎么样打出来的？就是巴基斯坦的空战机，那个图就是霹雳15空对空飞弹的主动上空的雷达掉在地上，可见用的材质非常的好，弹头爆炸之后还可以掉到地上。先跟大家很快的科普一下印巴空军双方的对比。首先以战斗机来讲，印度差不多总数515架，巴基斯坦这边差不多是365架。巴基斯坦主力是以刚接收的32架歼十 C1， 还有跟大陆这边共同开发的 JF-17，再下来就是 F-16， 他们有大概差不多62架，它是 MLU 中期升级，这个是在台湾升级到 F-16V 之前的标准的时候，台湾也是用的是 Block 52。再往上还没有升级的 JF-17， 大概差不多130架，还有没有升级前的 F-16， 另外还有更早期的幻象3型。另外印度这边36架最新型的阵风的主力是260架的苏30 MKI， 苏30 MKI 最后面那个 I 字就是专门给印度用的型号，而且它是授权生产的，所以它会有这么庞大的数量。再往下就是幻象2000 Mirage 30，它后面有 Dash 5，后面还有一个 Dash 2，表示他们这个是比台湾的还要再新一点的型号，它有34架，事实上印度摔掉了不少。再往下还有米格29，还有他们号称宇宙第一神机的那个 Kahas， 目前有37架。印度国产光辉战机，但是它的战力到底如何，目前还没得到充分的验证。这个是双方的基本数量跟战力的对比，但是很多时候不能单单只看这种表面的纸上数字，你把它细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装备上空阵雷达的战机的数量，印度就比较少了，印度只有那36架哈萨，那巴基斯坦反而有高达72架，包含歼十。那其他的战斗机属于老式的阵列扫描雷达的战机，那当然印度就多很多，因为基本上速战力都还是用的是这种雷达。中程空攻导弹数量，以数量讲，印度巴基斯坦差不多是2倍的数量啊。印度这边因为它有幻象2000，还有阵风，所以它的中程飞弹的主力是米卡，就是云母飞弹。台湾这边也是有1000发，对，那打掉多少不知道，但是库存的数量还蛮大的。再来，我们这次的主角就是 Meteor 彗星或者是流星导弹，那个是英国做的，理论上射程是有120迈，大概差不多180公里左右。巴基斯坦这边 P15E 官方写的数字，它的射程是145公里，我合理的怀疑它又是145公里鱼是鱼多少就不知道了。不然照理说，印度这次的战斗机绝对在140公里之外，还是一样被打下来。不论是霹雳12、霹雳15，视距外了。以现在的市场上有的标准来看，大概有效射程150公里，基本上已经快变成一个低标了，或者说是一个标配了。巴基斯坦它也是有 AMRAAM 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那它主要是 C5， 这个的射程不到120公里，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刚好两边的装备台湾都有。那可以发射中程空攻导弹的战机数量，印度那边是508对275，因为牵涉到雷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对地攻击机，印度有110架，对巴基斯坦的35架。印度的这边主要都是英法合作的美洲豹。那巴基斯坦这边有35架幻象3是对空的战斗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巴基斯坦以前事实上大部分的装备也是俄制跟法制，后来才慢慢开始向中式化靠拢。那我个人认为那个转折点就是在宾拉登的事件。我们看到前面的数字看起来都是印度比较多，但是这边就开始翻转。空中预警机
巴基斯坦的主力就是 VDK-03， 这个就是大陆支援的4架。那印度的大型预警机是以色列的 A50。那至于中型预警机也很有意思，大陆支援 VDK-03 之前，那巴基斯坦这边他们就有9架的 Sub 2000，这是瑞典的。印度也有对应的预警机 R99，所以在预警机的数量上面，反而是巴基斯坦是占优势的。那至于电子侦察机的话是8:4，因为空中加油机是6:4。长程防空飞弹巴基斯坦的主力当然就是红旗9，而且它有红旗9B， 它的射程大陆那边就很含蓄的写了个290公里，因为超过300公里的是不能外销的。那印度这边的主力就是些 S400， 跟俄罗斯最新买的。那长程防空飞弹营的数量是8:4，因为印度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至于中程防空飞弹，那巴基斯坦它的主力是红旗16，跟就是珠海航空国，它现在已经叫 F1， 射程可以到160公里。印度的中程飞弹主力叫 Barrack 8，以色列的飞弹，所以它不是光空军是万国造，它连它的陆军的防空飞弹也是万国造。左边的巴基斯坦那边就非常的清一色，除了那个斯巴达2000之外，它基本上全部都是红旗。这是个主角，阵风是一架非常先进的4代半战机，它是压翼设计，或者我们以前叫做卡纳德小翼的设计，长大概差不多15.3米，翼展10.9公尺，主要的推力是来自于2具 M88，它的最大推力可以到75千牛顿，所以它的最大的航速可以到 1.8 马赫，而且这架飞机是号称可以不用开后燃气就可以进入超音速巡航，它的作战半径它挂3个副油箱的时候可以到将近3700公里，主要的雷达是 RB2，它的侦测距离可以到差不多200公里。那事实上，这架飞机它有一整套叫做 Spectrum 的电子作战系统，所以阵法它本身的电子战的功能已经是相当强悍的。所以如果说这次是单机歼十 C 跟阵风碰上，没有其他辅助的情况之下，歼十能不能胜，这个还很难讲。关键的0:6传奇是怎么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听到巴基斯坦空军拦截到的一段对话。Rafale formation that I shared, the call sign is Godzilla. As soon as those animals are extinct, so this one also got extinct. Please play. He's asking whereabouts of his formation member. 他事实上是被打掉的，应该是那架001号飞行的飞行员，在呼叫他的友机们。旁边主讲的这一位是巴基斯坦的空军的副参谋总长。因为最神奇的一点是，巴基斯坦能够拦截到这段对话，就只有2个可能。第一个是巴基斯坦已经可以把就是战斗机跟战斗机之间的对话的频道，它可以解密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印度的飞行员能直接在公用频道上面喊出来了，所以才会被巴基斯坦的空军的监听给录下来。这里我讲一下状况了。当时他们是派了2架战机去，一架是主战机，一架是僚机。那这一次被打下来的是僚机，那所以塔台一直在叫僚机去哪里？下面那张图，所有的被击落的地点全部都是在印度的境内，而且巴基斯坦是非常明确的标示出来哪一个点是哪一个型号的飞机。按照巴基斯坦的讲法，一共有3架的阵风，一架 SU， 一架苏30 MKI， 外加一架的米格29。那另外最后面还有一架无人机，无人机应该是以色列制的苍鹭。而且这位巴基斯坦的空军副参谋总长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他们是有发射导弹的才就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除了他们自己的雷达之外，是不是旁边有很多的围观吃瓜的群众？比方说大陆那边是不是有派无人机在监看，或者是说甚至人道威胁，所以可以精准到哪一架飞机有发射导弹进入巴基斯坦境内都一清二楚。因为今天有跟法国朋友在讨论到底被打下来多少架，我个人会比较偏向美国的说法，因为美方确认有2架，那其中有另外一架法制的战机被打下来的，合理的怀疑是幻象2000，因为那个地上有找到 MICA 就是云母飞弹的挂架，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好像有找到 M53 发动机的残骸，而 M53 发动机就是幻象2000在用的，所以至少确认有2架阵风被打下来，你要赖都赖不掉的。那巴基斯坦的逆袭是怎么产生的？第一个是巴基斯坦一直在很努力在做这种资料链的部分，所以它实际上有一个叫 Link 17的系统，本身就已经存在的。那当然，中制的系统大量进入之后，我相信巴铁跟大陆绝对是互通有无的，他们就开始进入。你可以看到右边那个图，那就是以中制的系统为核心，它指挥所有的79B1，包含红旗16F1、歼10C1、JF17以及 GDK-03空中预警机，这些全部通通都含在
整体防空系统里面的。这个就是巴基斯坦做的绝对比印度要超前一代的地方。所以资料链是共享的。对，这个事实上也是台湾目前相当欠缺的一个部分。一边打的是体系，另外一边打的是单兵，因为印度是多国联军部队。基本上巴基斯坦应该就是根据之前跟阿拉伯国家的演习获得阵风的情报，然后布置了阵风陷阱在等他们进来，所以这次才能够打得那么漂亮。而且印度的空军跟陆军是各自为战的，所以他们的直管通勤是不统一的，所以你也不要指望印度陆军的防空飞弹可以去支援印度空军的作战。所以很多国家防空飞弹连都是放在空军之下。那再来，我觉得印度空军可能对阵风过度的自信了。他一直强调说，这是最强的4代半战机，他连歼20都可以打。而且我如果没猜错，能够飞阵风的飞行员，他们可能在种姓制里面相对来讲成绩比较高的，成绩比较差的，搞不好只能去飞米格21或者是米格29。那至于印度会不会改，还不知道。既然这个装备是两边都有，那我对照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这边一样有系统整合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环网或者是强网一定需要立刻的再升级。因为当年幻象2000刚进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能透过强网的半自动的指挥，所以呢就是1路T侦测到的东西，它是先用口头的方式报给地面，跟地面的强网两个去做确认，然后再用口头的方式报给天上的飞机，这个叫做半自动指挥。现在据说以色列那边有帮助把强网有升级成环网。再来系统整合的部分，上 Link 16是可以跟幻象2000相容的，但是法国愿不愿意授权这个事情的事？因为Link 16实际上只是一个加密的资料链传输的标准，那要做到像这次巴基斯坦展示出来平台式的功能，要上到所谓的22，但是Link 22连美军自己都还没有上。而美国卖台湾任何武器装的第一优先考虑是，万一这个东西哪天落到大陆手里的时候，会不会对美国怎么样？这是为什么我们永远都是拿2手3手货的原因。那这话再往下的面的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 F16通都有 Link 16。如果说全部都有 Link 16的，从 E2T 升级到 E2K 之后，理论上就做类似像这次巴基斯坦事情 ，E2K 收到的讯号是可以直接传到 F16上面的，是可以出现在飞行员的就是抬头显示器上面的，甚至在空对空飞弹打出去之后，这个资料是可以直接从 E2K 可以下到飞弹上面的，这个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有没有存在这样子的最理想的情况，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问号的事情。从这一次的印巴大空战，直接给我们台湾的启示是什么？大陆现在所有对我们的演习都是摆好看的，因为他们事实上在200公里之外就可以把你所有升空的东西统统打下来，很现实的。因为红旗9就可以导引霹雳15，或者是说至少资料发给预警机之后，预警机去导引霹雳15。那多少船上面有，牛耳地上面就有海红旗9，所以事实上所有开到台湾附近的军舰都具有间接可以帮空对空飞弹导引的能力。那你要对抗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乐山雷达所收到的讯息，第一时间还要先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然后再传回来台湾，那你们速度上怎么可能来得及？所以事实上站在国军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你如果不卖我们 F35，不卖我们盾舰，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摆烂了？因为现在国军的状况根本完全连对抗的能力都没有。对，更不要说巴基斯坦已经是减配版的中国系统了。然后解放军的可能打3折到4折。问题是印度的设备比我们还先进。现在更大的问题，云母飞弹到底还能不能用？都几10年的老飞弹。对，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机群是 IDF。那 IDF 如果说美军不让我们整合进来，那怎么办？那 IDF 等于又是自成一套体系。最后，首先要恭喜大陆非常成功的实施第一次的代理人战争，用大陆那边的讲法就是直播带货。不过就巴铁跟印度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本来就有争，代理人战是从某种视角上的解读啦，但事实上印巴冲突的本身跟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反而是借由印巴冲突收了巴基斯坦这个铁哥们，这个是大家了解到的第二个局的概念。所以那这是另外一个很刷新的视距外的空战一定会成为主流。就像右边上面那个图，这个就是双向数据的结构，不光是只有从地面或者是空中的讯号传到飞弹去，事实上飞弹在开启它自己的主动归向雷达之后，它所收到讯息也是一样是可以回传的。另外 A 射 B 岛会进化成 A 追 B 射 C 岛，就像右边下面的那个图一样，未来有一架6代机在中间就可以指挥其他的不论是无人机或者是5代机或者其他的进行空战。至于印巴之间的冲突，陆空吃瘪了，印度是不是有打算要靠海军找回来？问题是因为巴基斯坦海军现在也不是吃素的，他们那个054AP 上面配的是鹰击12，号称可以打400公里的高超音速反舰飞弹。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张图，这是不小心刷到的，大陆的成飞的6代机，我特别有注意到，它那架是有一架新的是36012，对，它不是之前的36011，表示至少有2架以上的歼36存在的，或者歼轰36。